民国22年1933间，存人编纂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一书，其间得谢师之指著者10多，全书字数计320万言，中有五彩图与摄影图共1000余幅。出版之前，谢师10家加冕，特作把语以宠之。盖因见书端有章太炎先生与焦义堂先生两序文，谢师为谦让起见，舍序文而撰跋文。至今展读谢师亲笔文稿，感愧万端，目对一墨，实念师恩。有难忘者，吾于着手编纂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时，谢师让赠私藏医药书籍1000余种，其中颇多各省人士所遗之绝版书，如今视之，真如拱璧矣。民国34年1945间，存人忽发异想，撰医家座右铭，文仿诸子家训，秀士秦伯卫先生极为赞许，以11届同志，并欲主于书写，故于不能作公楷，于是乃待谢师定书见润例，凡求一针，收润资若干元。润阁刊登上海中医药月刊后，在3个月中，上海及各地同仁闻风来求者，共有670件，足见谢师声誉之盛，乃有此奇迹。其师余为谢师皇疾，以为绝难借师交见，故先时请秦伯卫先生及张赞臣兄分其劳，据料求秦张两军书法者，亦各达数百件。而谢师随书随记，由设直至抄私信简复邮之事，4、5月后，此项文字债已为之悉数清偿矣。专心黄老，参究内功，谢师晚年童颜鹤发，更见健康。据谢师自言，专心于黄老之学，晚年拜一道家为师，参究内功，既即受誉。曾引无极赞臣兄，近见其人，侍者相告曰：“此仙人也。”某次仙人在一道院演讲长寿法，谢师以电话召我及赞臣兄，两人携往谛听。此极玄妙，猛焉罔觉，译者于游道，心未悟于。而谢师灵之，津有味，盖以探得秘奥，故茂年硕屈，鹤步潇洒，神采奕奕。此因得益于修心学道处，不无有关乎。存人受谢师之医学上训诲故多，而受卫生养性之事犯亦不少。既从有20余年间，未尝一日见愠怒之色。丁师重英，亦善养浩然之气，得失不介于心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存人随侍两师，心领神会，不屈祭酒，于不自觉中，亦日趋和意矣。民国36年1947，中医师学术研究会成立，曾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第一次演讲大会。由于讲《伤寒症》凡2小时，谢师致开幕词，秦伯卫先生致介绍词，张赞臣兄致闭幕词。是日听众立职者近1000人，谢师一行传飞，叹为中医界之盛会。复次，该会与国医研究所举办伤寒讲座，亦由于担任主讲，需连续作有系统之演讲2星期，坐设八仙桥青年会雪耕堂，学员200余人，旁听者常有数百人。当由丁师重英致开会词，张赞臣兄主持一切，又得公医非军相助，于每日讲2小时，另请陆渊雷军、张次公军、西医杨玉阶博士，每周左讲1小时，历时16日，听讲者愈聚愈多。谢师见之，欣然而笑，认为国医界空前盛世。最后时期，
谢师自告奋勇演讲一次，为吾所讲之讲题作一总结，讲述亦历时2小时，声容并茂，毫无倦色。以70高龄而有此矍铄精神，见者莫不称人瑞也。散会之时，其间有若干为国医硕彦，主张与谢师共留一影作纪念。摄影时无坐于谢师之右，左则同学张赞臣兄是也。谢师一生克己简约，喜对酌而不多饮，好吸烟而不食息。存人之师所喜，时往秦县，师见酒焉，故大喜悦。然谦逊之态，绝不似师生相对，谦谦其德，谢师有焉。某次谈及魏平生未常观电影，吾乃半之赴大光明电影院观有声电影，是所应为《泰山历险记》。师观之大为高兴，为已读过胡先生译《野人记》小说，魏某墓之后应为某墓，结果故无错误。对片中所应狮象、虎豹、猩猴各类动物叹为观止。是又为越剧名伶袁雪芬等诊病，每月必有作券送来，乃时邀谢师往观，亦称赏不已。有时好作郊外游，余乃约姚若秦君及赞臣兄等驾车同往，若龙华、曹河泾等上海市郊各地，常作半日游。每往密饮孤村，聚餐陇头，高谈纵笑，故而乐之。某次时方盛夏，天热且闷，谢师电话是无，为心烦极矣，如何解之？无及于是婉约秦伯卫先生及赞臣兄，提美酒10肴至黄浦江头，故乘汽艇溯浦江而上，忆江上之清风，观云间之明月，胸头为之大畅，师长辟之为赤壁夜游云。谢师在酒后兴致豪发，等于青年，门人辈无不以老人之乐为乐。经设文酒之会，又以为会期太久，乃常赴市楼买醉，谢师必欣然参加。某次有红袖幼伤，众令坐于老人之傍，以饮其乐。红颜白发，妙趣横生，谢师未以为伍，且饮兴因而更豪。又有一次，当言酒酣，谢师讲《红楼梦》1小时余，书中人物熟机如流，头头是道，娓娓不倦，盖亦至情中人也。严苍山，1898至1968，字云，浙江宁海人，医事如医，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。自1927年起，与秦伯卫、张次公、许半龙、王一人创建中国医学院，从事中医教育事业，后又执教编于新中国医学院。20年代末，主持前4名医院工作。解放后，长期从事临床工作，任上海中医学会常委兼秘书组长、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。